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8.61，收盘价是246.5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0.02，最低价是在244.4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1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2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慢线即将要下穿零轴，并且在零轴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短期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低处，并且跌破了当日的5日均线值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后续股价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。那10月3日的这根小红 K 线和10月2日的这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，那这两根 K 线形成了叫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，也就是这个小红 K 的实体在左侧，这根 K 线绿色实体的范围内。那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组合。那如果它处在相对高档的位置，这是变盘向下的K 线组合，也就是变盘向下的信号。如果是在相对低的位置，这是变盘向上的一个信号。那日后呢，我们要观察这个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54附近。如果股价日后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那将会确认股价会继续上行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母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42附近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 253.5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48。实际在10月3日收盘价是在 246.53。那实际收盘价的点位和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啊，不仅点位相接近，而且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但是呢，它们的性质不同。我们预测的收盘价是在248，并没有跌破5日均线值，而实际的收盘价是在 246.5，跌破了当日的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在屏幕的左上方是 247.046，收盘价是在 246.53。那通常我们说股价如果跌破5日均线值，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么
对于10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那目前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要把它设定在这个母子怀抱 K 线组合母线的最低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在242，对，或者243，我们取一个整数。就是在242.6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还是取这个小数点。好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已经说了，股价日后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所以这是我们把这个位置设为目前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的原因。那么这是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，我们依然设在234.5这个位置，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对，那我们说跌破第一个目标之后，股价将会转为下行，也就是这一波反弹结束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一定是234这个位置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自2023年9月15日以来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好，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呢将是212。那跌破212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因为上边有一个头低，下方还差一个底，所以股价一旦下行，再继续在这个地方形成头部，跌破234之后，它的目标一定是212。那么我们还会给出一个中间的目标，这是个支撑位，就是228。好，所以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46.6。然后是234，第三个是228，第四个是212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4个目标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如果说是在日后要继续反弹，目前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要突破这根母线的最高，是在254.28这个位置。那由于这个位置呢和9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54.77这个位置是相重合，所以上行的目标我们把它定义为前高，依然是9月29日的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我们取整数25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站上这个位置啊，不仅能够确认股价会变盘向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再次出现头高，然后继续目前也就是自9月27日以来的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。好，也就是建立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这是股价的第一个目标。一旦站上这个短期的一旦建立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呢，那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是274这个位置，是9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我们也会看到，在10月4日这个位置和上面的这个下行趋势线是重合的，这是一个强压力，因为这条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最后一根下行的趋势线。我们会看到，在之前有2度触碰到这个趋势线，都出现了折返向下，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强压力，对于目前来说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目标。第三个目标就是上方的279这个位置，也就是9月15日这根 K 线最高。那站上它之后呢，将会继续自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因为下方有了底高，上方还差一个头高，所以这是它的上行的一个第三个目标。当然，
继续向上就是299.29。299.29一旦站上了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上方有了头高，如果再次出现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沿着这条趋势线进行上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10月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位置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54附近，也就是站上它，股价会继续反弹。但是在10月3日，股价是大幅的低开盘，一直是在这个位置下方运行，而且收盘价还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把它调整到这根观察线，我们放大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对。那么这个观察线呢，我们把它放在249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说一下理由。249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也就是说，在10月4日开盘之后，如果股价能够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弹，而奔向255这个目标的，对，254这个目标的。但是如果股价无论是高开还是低开，如果在249这个地方遇到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。所以对于10月4日，我们要看股价是否会突破这根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，或者是母线的最低。那日盘中的观察位就是关注249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是在9月29日这根 K 线收盘价在250附近给出的进场建议，实际操作应该是在10月2日的盘前，那么成本位应该是低于250的。然后我们在10月2日和10月3日给出的这个止损的位置都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46附近。那么即使我们取这个整数取这个准确的点位是246.35，那到了10月3日，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246.53。那么这个收盘价虽然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但是并没有跌破我们的止损位。那这样的仓位是还可以继续持有的。当然，如果之前有可能这个仓位也会获利出场，对。但是我们给的获利的目标是在257到258附近，对。所以如果到了10月3日还没有获利出场呢？那么目前这个位置是仍然是会持有的。那么到了10月4日，我们要把这个止损位从246这个位置下移到这根母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2.62这个位置。好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才会开启下行的走势，否则呢，我们认为有可能股价会在这个位置进行横盘，或者会出现继续反弹。所以这5%的仓位，我们到10月4日止损价，也就是收盘价，如果跌破了242.62，那要即刻止损出场，否则我们还可以继续持有。好。这是对于这个多头仓位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10月3日目前的收盘价在246.53这个位置，
是不可以进场或者是加仓的，因为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，这是一个开启下行走势的一个信号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或者是进场的。好，这是对于多头仓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我们可以看出，在10月4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大的空头力量的进入，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42这个位置。其实现在下行的首要的目标是234，对。那么对于空头，他们的止损位或者回补位应该是在254，在这个地方会255有一个位置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会到达这个位置。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56附近，对，它和255这个位置基本是重合的，所以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然后对再向上，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274，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当然他们的目标是242，234，包括下方的这条趋势线焦点225，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7到249之间。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它的范围内，是从247到248。然后上方第二个压力位是254到255，对，是前高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这个附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目标。第三个目标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合并，也就是说从254一直到上方的258，258是9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那么当中涵盖了20日均线值，所以我们把它可以合并，是从254一直到258。然后第三个压力就是上方的缺口261到262，当然再向上是274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242，第二个支撑是238，是9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第三个支撑就是23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下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47.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4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1.5附近。好，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8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我们说叫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6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52，收盘会收在248附近，对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5的，
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